在2023年尘埃落定之后，日本不出意料地将世界第3经济大国的宝座让予了德国。实际上，早在10年前，当德国人均 GDP 彻底超越日本之后，岛国经济的全面退潮就已成定数。虽然提到如今的日本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旅游胜地、动漫王国与处处标榜工匠精神的日本料理，但真正支撑起日本经济的是过去半个世纪中曾一度统治过全球市场的日本汽车工业。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独步天下的汽车工业，日本就不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地位。日本经济的崛起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但凡谈到日本，永远都绕不开一个国家——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前半生几乎就是美国人亲手扶持的结果。当亨利·福特在美国本土的汽车产业大获成功之后，以其为首的多家美国汽车工业集团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1925年开始，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3大美国本土汽车巨头先后在日本设厂，并同日本本土的机械制造企业进行合作。可是好景不长，虽然美国资本帮助日本度过了汽车工业的起步阶段，但随着世界大战逐渐迫近，日本政府开始在国家层面上对美国资本进行驱逐。1936年，日本通过了旨在实现完全国产化的汽车工业法。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美国汽车制造商被悉数驱离日本。但令人意外的是，日本政府在2战前对美国车企的驱逐，反而成就了日后日本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不过，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汽车工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生产民用车，而是生产坦克、装甲车与军用卡车。在日本军方订单的扶持下，丰田汽车与三菱汽车等日后巨头自此走上舞台。但在日本战败之后，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在第一时间并没有积极考虑转型民用，而是一直在担心自己会因军方背景被美国人清算，同时害怕强大的美国车企卷土重来。最终，美国人还真回来了，但他们带来的不是清算的通知，而是美国资本的扶持。2战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美国并没有想好如何处置日本，但随着苏联的威胁的日渐提升，最终美国决定放弃肢解日本的计划，而选择通过重新扶持日本经济，以在亚洲建设一个应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桥头堡。可是2战已经将日本打成了一片废墟，作为战前就不怎么强大的一个半工业国，日本1945年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1937年的31%，全国半数工业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想扶持日本经济，就要为日本带来一个能覆盖当时超1000万工业人口的全新产业。最终，美国人认定，只有同大多数工业门类都有关系的汽车制造业，才能让全面瘫痪的日本工业在战后完成重生。在美国人的默许下，日本政府在战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通过关税壁垒以及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手段，让汽车工业成为了日本战后的最佳创业项目。日本3大车企中的日产与本田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相继建立。而美国人或许觉得这样还不足以扶持起日本的汽车工业，于是借着朝鲜战争之机，将包含大量军用汽车在内的海量订单送到了日本人手中。美国人对本土车企的阻拦与朝鲜战争的海量订单，最终令日本车企在不到10年后就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此时的日本汽车工业尚显稚嫩，且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大量为军事工业而设的流水线又亟待转型。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产业萌芽，美国政府再次大发善心，与日本政府联合导演了一出围绕关贸总协定的经济阳谋。日本汽车工业由萌芽成长成参天大树的第2个关键节点，便是在美国的默许下，以一个极其优越的姿态加入了包括关贸总协定在内的多个全球性经济组织。虽然朝鲜战争令日本工业得到了恢复，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就开始考虑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既不打断日本的经济崛起步伐，还能把代价转移到别人身上，最终协助日本进入国际贸易体系，成为了美国人寻找到的版本答案。1952年4月，在美国的主导下，象征日本彻底走出2战状态的旧金山合约开始生效。不过，日本虽然迈过了重返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但是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对这个前轴心国成员依然抱有极大敌意。虽然当时的日本已经被完全去武装化，可是国家间敌对的方式不只有一种。以英国、澳大利亚为首的一系列国家都认为日本在重返国际舞台之后，会在经济领域展开新一轮侵略，因此他们一方面坚决拒绝日本加入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另一方面则对日本出口产品课以极高的关税，以抑制日本国内的产业发展。可是此时的美国人是铁了心想让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然后去割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韭菜。
于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时任 GATT 总干事怀特爵士不得不允许日本以临时会员的身份加入 GATT。怀特爵士最初希望通过此举，既能堵住美国人的嘴，也能令对日本加入表示不满的会员国可以参照 GATT 条例拒绝日本商品。然而后来的故事证明，这一决定反倒帮助了日本完成产业转型。在加入 GATT 之初，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各类纺织品。50年代中期，日本每年1/3的出口额都被纺织品占据。而日后支撑起整个日本的汽车工业，此时甚至连国内需求都没有完全满足。在加入 GATT 之后，日本一方面没有拒绝该组织对日本纺织工业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则利用临时会员的身份，继续对进口汽车课以高关税，以保护本土汽车工业的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日本人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上升。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国内掀起了第一轮购买汽车的热潮，有超过半数的日本家庭都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购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汽车。而因为日本政府抓住了 GATT 临时会员的漏洞，来自日本平民的数千万汽车订单几乎被日本本土车企照单全收。日本对进口车的拒绝一直持续到1965年10月，在加入 GATT 整整10年之后，日本政府才放开了对进口汽车的壁垒。但是在这10年当中，日本汽车公司借助内部订单与美国的扶持，已经从一个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变成了汽车工业的标准制定者。1961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越了传统汽车制造强国意大利，首次进入世界前5。之后又在1965与1966年连续超越法英，跃居世界第3。在日本政府放开汽车进口壁垒之后，外国车商惊觉，如今他们已经不是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日本车企的对手。1968年，日本顺利超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西德，成为了全球第2的汽车生产大国。此时，在日本汽车工业面前，只剩下他们的保护人兼老师——美国。很久以后，当美国在同日本展开贸易战时，他们并非不清楚，强大的日本经济其实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结果。然而，美国人更清楚另一件事，那就是只有一个强大的日本，才能在东北亚监视中国与苏联，履行美国桥头堡的职责。上世纪中叶的美国是全球第1大工业国，在日本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2大汽车生产国，其每年的汽车生产量也只有同期美国的40%左右。如果参照如今美国对中国的警惕程度，当时的美国政府应该在日本跻身世界第2大汽车生产国时，就开始着手对日本汽车工业进行制裁，并且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将汽车工业定为日本的战略产业。日本政府的明牌态度，就像在告诉美国，掐死汽车工业就能掐死日本。然而，此时的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汽车执行任何制裁，美国国内反而流行美国人偏好大排量汽车的流言，压制车企抵制日本汽车蚕食美国市场的声音。而当时间来到70年代，命运也再次站到了日本这一边。第4次中东战争所引爆的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在全球范围内都经历了一轮暴涨，而排量小、价格低廉的日系车又成为了石油危机背景下的最大赢家。自1973年到1979年，以丰田、本田与日产为首的日本车企在欧美市场的销量快速上涨，在6年时间内，总销量就提高了35%以上。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汽车市场就已趋于饱和，日本车企攻城略地的背后，是欧美车企的全面退让。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正式超越美国，也正是在同年，日本以1.13万亿美元的 GDP 超越西德与苏联，牢牢地坐稳了世界第2经济大国的宝座。然而，世界第1并不是日本车企的终点。在日本车已经全面入侵美国市场的1980年，美国人才慢吞吞地掀起了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日美汽车贸易战结果如何？最终是谁把日本汽车工业带上了下坡路？我们下期再见。